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密集投资频道。今天是2026年的2月6日，星期五，我们来跟大家做一个复盘。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满屏都是绿色，看到指数气势如虹的拉升。此时此刻，我不知道大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你昨天有听我的话，在绝望中打进去那颗子弹，那么现在你应该是坐在电脑前喝着咖啡，享受着账户市值奔跑的快感，对吧？那么答应我，今天好好的吃一顿饭，然后呢，有机会的话，有时间的话，去购个物，好好的去犒劳一下自己。那么在昨天，我的这个视频标题非常的简单，就5个字：绝望中见顶。然后呢，有些人还在跟我说，让我去改一下我的这个标题。我改什么改？莫名其妙的，为什么要改？就是在绝望中有见底，好吧？那么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，有很多的朋友可能在屏幕前，现在的心情比昨天跌的时候还要难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相信昨天肯定有很多人在最低点把筹码交出去了，或者你昨天不敢买，想等着更低，结果今天一睁眼，市场直接高开高走，把你甩在了车下。那么你现在就是心里充满了疑惑、懊悔，甚至还在怀疑，这到底是不是死猫跳？是不是下跌中继？是不是主力在拉高出货？那么这期视频呢，我不只是想跟你分析一下行情，我更想跟你聊聊投资的本质，聊一聊为什么在别人恐慌的时候，我敢带着我的会员冲进去。那么听完的这期视频，你不仅能够看懂接下来的行情，更重要的是，我希望你能够把这一套在绝望中寻找生机的思维刻进骨子里，好吗？如果大家有看我的视频，你抓住了这一波机会的话，请你帮我点个赞，然后呢，再帮我订阅一下我的频道，好吗？那么今天我们会员群朋友的这个盈利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，这是昨天发的信息，在会员群发的信息。然后呢，昨天我也发了视频，在盘中的时候发了，当时很多朋友很恐慌。那么今天我们是有收获的，你看像这位朋友，他就告诉我，一年这样的机会估计是有个5、6次的，你抓好这5、6次，那么你这一年都是满载丰收的，好吗？我们也是做很多的高频的交易，每天的这个机会我们都不会浪费，所以说呢，大家欢迎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你早点加入，你早点赚钱，好吧？那么我们跟大家复盘一下，为什么我们昨天是非常笃定的告诉大家，这个就是底部，这个绝对不是拍拍脑袋就做的决定，而是基于3个维度的深度共振。第一呢，就是情绪的极值，因为大家可以回忆一下，昨天就是科技股全部的崩嘛，而且是直线的一个跳水，你感受到了什么呢？你感受到的肯定就是窒息，所有的群肯定都在骂娘，所有的利空呢都在放大，这就是典型的情绪衰竭点。我在股市这么多年，我总结出一条铁律，就是说，当所有的人都觉得天要塌下来的时候，往往就是地板不仅铺好了，而且还打好了地基。散户的恐慌盘涌出，成交量急剧放大，这个叫做什么呢？这个就叫做带血的筹码。这个带血的筹码就是主力资金最喜欢的食物。第二，我们还要看基本面，对不对？基本面、技术面。技术面有一个铁证，你可以看到昨天就是下跌，跌破了这一根线，这一根就是布林的下轨。很多人只要看到一次跌破，他就觉得完全跌破了。我告诉你，看3天，日线看3天，日内的话看15分钟到30分钟，你不要早早的就把止损给打好了，你不要去把带血的筹码交给主力，好吗？好好的去进行一个等待，一定不是说一天跌破就完了，也不是说一天涨好就好了，我们看3天的时间。而且呢，昨天这个量是比较的大的，我是能够看到有真金白银在买，好吧？而且呢，你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收回，今天是收回在了下轨之上，那么这里就会出现一些高压线，高压线的话是有一定的阻力的，但是呢，它的这个底部已经把地基给你做好了，所以说昨天的那个位置，它是情绪的宣泄点，也是技术指标的一个超卖点。我昨天也跟大家讲了 ，RSI 已经到了严重超卖的一个程度了。所以说这种关系的一个叠加，胜率极高。还有第3点就是宏观预期的一个博弈。那么在周五的话呢，它就是要去洗掉一些不坚定的筹码。主力比我们更加清楚，美国经济的基本面没有坏。如果经济真的要崩，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道指、标普它不会那么的就是扛跌，所以说昨天的一个下跌本质上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次
假摔，它一定要配合之后的一个数据做一个拉伸，做一个深蹲的动作。那么大家现在很关心一个问题，今天的大涨我们应该怎么去定性，到底是下跌的终结还是主升浪的一个开启？我的结论呢也是非常的明确，我认为这不是下跌中继，不是死猫跳，这是这一轮技术性回调结束的一个信号。也许是新一轮上升浪的一个起点，但是呢，这个上升浪并不是一帆风顺的，它肯定是有很多的折磨的。那么现在的市场，我们看到数据那么好，就是吃了一颗定心丸。我们现在的市场就是一个金发姑娘的状态，它告诉市场，我们的经济没有衰退的风险，同时通胀也没有反弹的一个压力，这就意味着美联储的降息路径它是清晰的，流动力它是充裕的。更重要的是，大家可以看到今天的一个量能和广度，今天的上涨它并不是缩量的，是有成交量配合的，而且呢，不光是英伟达在涨。很多的二线科技股被错杀的软件股都在回血，这说明资金不仅仅是在回补空头，而且是在实打实的买入做多。所以说呢，我建议大家不要再去用熊市思维去吓自己了。在2026年 AI 爆发的大背景下，每一次的升跌本质上都是为了更高的上涨腾出空间。那么这次的调整就是为了把那些疑神疑鬼的资金洗出去，让筹码交换到那些信仰更坚定的人的手里。那么这一次的大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很多人都觉得是股灾的前兆。我在这里呢，要给大家做一个深度的心灵的按摩。那么这次大跌的本质，它并不是基本面的恶化，更不是金融危机，它是一次估值切换和风格轮动引发的流动性的挤兑。怎么去理解呢？之前的软件股炒得太高了，业绩没有跟上，所以说机构要杀估值，而且呢，一些指数基金的存在，指数这个软件股一跌，它就会把纳指给带下来，进而拖累了好的股票一起跌。但是我告诉大家，这个恰恰就是机会所在，有一些股票它打折了，就是你入场的最好的时机。股灾的发生通常需要2个条件，第一个就是流动性的枯竭，很简单，就是钱没了；第二呢，就是基本面崩盘。什么意思？公司不行了。现在市场上，我告诉大家，钱多得很，都在货币基金里面趴着等机会。基本面上，我们可以看到，像英伟达、微软、谷歌这些巨头的财报依然非常的强劲 ，AI 的军备竞赛才刚刚开始。所以我问你，你告诉我哪里来的股灾？那么这只是一次成长的阵痛，是一次健康的深呼吸。当你把你的肺里的废气给吐出去，你才能够吸入更加新鲜的空气、氧气。这个对于成熟的投资者来说，这种下跌不是风险，绝对是馈赠。那么我在这里呢，想跟大家再分享一下我的一些真心话。周五嘛，有更多的时间，好好的跟大家说一下，在股市里面赚钱的方法有100种，但是亏钱的原因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被情绪绑架。很多人昨天之所以割肉，不是因为看不懂支撑位，而是因为控制不住恐惧的心。当你看到你的账户在缩水，身体的本能就想让你逃跑，而我们做交易，我们修行的就是要做这种反本能的能力。那么要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，要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。这句话已经被巴菲特给说烂了，但是真正能够做到的有几个人？昨天很多朋友在群里面问我要不要跑的时候，我心里面其实是有一点点着急的，因为我知道那个位置你卖出，你卖掉的不仅仅是亏损，你卖掉的是你未来翻身的机会。真正的高手他不会去预测每一次的涨跌，但是在关键的时候，他一定会有敢于下注的勇气。然后呢，在那之后，哪怕手心出汗，也要把筹码给拿住的一个定力。所以说今天的一个大涨就是对这种勇气和定力最好的奖赏。市场绝对是很公平的，他把利润从急躁的人的手里转移到那些耐心的人的手里，从恐惧人的手里移到那些勇敢的人的手里。那么我建议大家，为什么你要好好的看我的视频？如果说有必要的话呢，你还是可以来加入我们的会员群。新闻是滞后的，情绪是会传染的。当你一个人面对暴跌的时候，你周围的信息全部都是很负面的，你很难保持理智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会员群，在昨天我们就直接的告诉大家点位应该怎么去看，我们的操作应该如何去走。那么机构的防线怎么去看，我们都给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。这个就是价值。一个提示可能就会帮你挽回几千几万美金的一个损失，或者是帮你抓住了今天这根大阳线几万美金的一个利润。相比之下，有些人说我的会员费贵，这个会员费算什么呢？连你一次交易的手续费或者是滑点都不如。那么加入我的会员不仅仅是为了让你抄一个底，
我们呢是在做长跑。2026年，我相信 AI 的浪潮会造就无数的财富神话，当然也会埋葬无数的追高韭菜。我就不知道大家想做浪潮顶端冲浪的那个人，还是想做那个被拍死在沙滩上的人。如果你想在2026年账户实现质的飞跃，如果你想在每一次市场恐慌的时候都有人坚定地站在你的身边，告诉你别怕，机会来了，那么我们欢迎你加入我们的会员群，好吧？那么今天呢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在周日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做进一步的分析。那么有些朋友呢都在问一些个股，我呢也会给大家做一个统筹的一个规划。那么欢迎大家来订阅点赞我们的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不要错过任何一期的视频。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，希望大家呢好好的过一个周末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